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2年11月10号，星期四。有在资源回收厂找到一台戴森的无扇叶的风扇，我找到的时候，它的电线被剪掉。那我本来以为只要拆下面这一个部分，那就可以更换这个电线。那没想到它的设计是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以来做一篇拆解的分享文章。那我已经拆到这个步骤，那等一下要装回去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解怎么样把它装回去。那拆到这边呢，它里面这边还有5根螺丝，这个部分要把它拆起来。那我先把这里面的东西拆起来，最后有拆起来了，也就是说我前面这边是白拆的，因为是不用拆到这个步骤。只要把旋转的这个马达上面这个卡扣把它拆起来，就是这一块拆起来以后把它进行分离，那这一个底盘就可以拆起来。更换电线在这边，所以如果有知道这个底盘怎么拆的人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是拆到最后才把它拆起来，前面这个地方都白拆了。这个底盘拆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更换这个电线。因为有时候去资源回收厂找一些东西的话，电线一定都会被剪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先把这个电线接上去测试看看这一台是不是好的，那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组装回去，这样子这一台就可以继续使用了。电线这个部位我们可以直接用尖嘴钳插进去，硬夹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找一条电线穿过去，如果要固定的话就是加一点快干就可以了。那先做一个简单的接线，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看这一台是好的还坏的。好的哦。这一台确定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把线完整的接好。那我这边先把线接好，电线这边稍微取一个适合的长度，反正最后可以放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先直接把电线接起来。我这边目前已经没有热缩膜了，所以我直接用焊锡的方式把它焊起来。焊锡焊起来以后，稍微剪短一点。因为没有热缩膜了，我们直接用这个把它套上去，锁紧就可以了。为了避免它不小心脱落，最后还是给它加个胶布，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是可以藏在里面的，所以做的比较丑一点也没关系啦。我们就把它塞进去，整个先把它卡住，这样子就不容易拉出来，这样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就是要把它装回去。那装回去这边的设计，坦白讲真的不是很理想啊，对我来讲它有一点点麻烦，所以我们最后是要把它扣上去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对，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那我先把它对好再说。终于把它扣进去了。我的方法就是尽量把它拉到最旁边，然后再稍微折一点点，把它卡进去，然后用一个长嘴夹把这个铁片扣进去。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最后要再把它拉一点点回来，然后卡进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这个步骤比较困难一点啊。那我们先把风扇这边全部装回去，这边是白拆的啦，这边理论上是不用拆啦。接下来这一根先放回去，它有5根螺丝，要把它锁回去，里面就是这样子，5根螺丝把它锁进去。接下来把海绵放回去，接下来把这一块装回去，这个比较难作业了，都要用手锁。那弄上去以后，这边的线要整理好，然后马达就是先把它跟这一块白色的塑料卡进去。接下来我们把这一块锁上去，它都有对应的一个孔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装错。接下来就是4根螺丝锁回去而已。这一种长形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好做。边做好以后，那我们要顺势的把它稍微转一大圈，然后对应3个卡槽。那背面这边有4个沟槽，你要对应风扇这4个沟槽，这边这4个沟槽，所以你要转动这个方向道都可以对应得到，这样就可以了，那不会晃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装上去。那你要拆这个的时候，因为它这边都是卡扣式的，这边有3个卡扣。
那你要拆的时候，就是可以用一块比较硬的卡片把它卡进去，让它不会去勾住，我们就可以把它拆起来。但是坦白讲不好弄，因为它这个是做内线式的，就算你要用卡片，你也是要用，不好用就对了啦。真的很不好拆，它的设计理念不晓得是什么，可能就是不要让你自己拆吧。所以戴森的东西有时候一拆就是坏掉的几率蛮高的。然后你只要有对应到每一个卡槽，可以锁上螺丝，这样就可以了。这个螺丝孔被挡住了，稍微把这个橡胶垫有凸出来的，我们把它整理进去，就这样子。你就是每一个卡槽都要有对应到，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螺丝锁上去，那这个部位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是锁底部，底部要装就是直接将这一根装回去，它这边有做那个沟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把中间这一个螺丝锁回去，这个都有对应的沟槽，我们就是直接先把这个螺丝锁上去。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的螺丝上回去。那我已经将整机都已经装好了，那现在我们打开风测试一下，这样子，这样子风速是最大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啦。无扇叶的应该会比较好清理一点。那这样子这一台就可以继续使用，因为目前我这边没有遥控器啦，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使用说明。那我这一篇戴森风扇的电线更换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